沉香如康成义宠妻角色引争议，杨紫爆发演技征服全网观众。前2位导演在原著中加入了许多新元素，杨紫的爆发力演技更是刷新了大家之前对她的认知。其实早在该剧上线之前，80%以上的观众都不看好，甚至觉得杨紫为了流量会想尽办法再次打败自己的人气。但事实证明，杨紫的选择并没有错。虽然像《沉香如粉》这样的古代木偶剧还有很多，首先是确保女人的脸不要太大。这部剧的主线剧情并不复杂，一上来就很清楚。500年前，杨紫饰演燕檀，孟子仪饰演知邪，两姐妹说白了就是一株珍贵的植物，说白了是药材，本来是用来享用的。可是魔界的长老不按规矩办事，必须自取其辱。此时，程乙作为应援的帝君闪耀登场，他毫不费力就将它们取下来，同时将植物变成了2个绝妙的少女。营员给她们取了不同的名字，一个叫知邪，一个叫燕檀。此时的杨紫和孟子仪还没有出道，但是2位小演员完成了女主童年的事情，演技略显稚嫩，但很符合角色的演技略显青春，但非常符合特征。燕檀从小就很坚强，就算站在她对面的人是应援，她也不会给她面子，稍有不合就会立刻开始嫌弃她。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她就是一个孤独的女强人，平时看起来心胸宽广，但关键时刻从不丢球，比姐姐知邪更注重感情和友情。友谊。镜头一转，500年后，知邪姐成为了万法阁的副阁主，权力不大，但大小也是官职。而燕檀女大18变，除了脸色也变了一个很多，越长越吸引人，性格从一个到另一个。在非常内卷的仙界，活出自我，依然忠于自己，不随波逐流，成为难得的仙界流水。就在神尺的北方，作为一个小仙士，日常生活主要是为了养鱼。燕光对这种安逸的生活很满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仙界公务员考试，燕光却选择了主动放弃，主要还是因为燕光对那些，主要原因是燕檀对这些没有兴趣，那些不朽的法则。仔细一看，燕檀的这次操作其实是在暗指当下的社会乱象。很多人宁愿放弃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考公务员，但最终并没有考上。考试，他们也失去了原来的工作，这真是得不偿失。500年一次的星辰仪式上，知邪擅自捡起一瓶散星，被大祭司当场抓获，但应远及时出现，将他救了出来，说是可以带走一些作为纪念品。但这只是应远的基本操作，更可笑的是，应远后来发展到每天都要在燕檀的住处打卡，故意跑到燕檀的工作场所悬新崖欺负乌龟，为了引起燕檀的注意。500年后重逢，500年后重逢之时，应远还记得燕檀，燕檀却早已忘记了他的一切。男主和女主初见时就上演了一场好戏，却没能和应远交手，甚至鼻子上满是灰尘。他以为自己会受到重罚，结果应远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应远心中一直有燕檀，虽然他没有说出来，但他的实际行动已经背叛了他，最后也只是惩罚了他。他亲自为混元的玉带缝补修整，直到成全，还不算真正的纪律，还为了让颜丹在身边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崇拜的力量，稳稳地限制2人的距离，既不油腻，也不平庸。你可以原谅你深爱的人所犯的任何错误，并给予对方一丝不苟的考虑。这样一来，应远的爱妻狂人的性格就彻底的强了。就在我看到燕丹和别人一起来喝茶的时候，不管他是什么性格，他都忍不住冒险上前去听听的机会。不管他是否被发现，他都没有看到任何离谱的地方。再理由是，无论他多久没有被羞辱，可能会被其他人羞辱。里面传来好笑的笑声，而应远这个菜鸟颜丹可以说是手到擒来。他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以原谅，但他应该被拒绝。策略非常基础，各取所需，追根究底，最终目标是让颜丹靠近，真正肯定了误用你的另一半，追求你另一半的火葬场这句话，简单的关闭混元玉带前后。就像很多次，他可以不断追查颜丹背后的不同目的，重新开始工作。颜丹满足了希望。面对对应远的敌视升级，他同样炮制了无数种欺骗他的方法，
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相爱相杀。应远在洗漱的时候，巧妙地接过自己的衣裳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君子自古就该让淑女去。”颜丹从不说自己是个儒雅的人，同时还用魔法给颜丹系上了腰带。偶然的插科打诨充满了模仿的影响。为了加深印象，应远还给了燕丹一件名为不离手镯的附魔兵器，与不离手镯谐音。飞走。根据大多数人群的说法，所谓的不离手镯是他们俩的崇拜徽章。显然，任何有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，这是首领设立的暗示。在接下来的剧情中，不离手镯彻底转换了两人的性格，颜丹成为了高冷的另一半，而应远则化身为铁憨憨，掌控了所有的家务，对应远的举止漠不关心。对颜丹倒是不温不火，但在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会不断的出现。在与邪灵世界战斗的那段时间里，应远瞬间变成了最接地气的伙伴。看到应远的样子，燕丹的精神状态也是如此的兴奋，一边喊救命，一边要求应远打他们，就连知喜师姐脸上都写满了问号。在众人全神贯注的注视下，应远因为他的脸让他离开了双手，但颜丹却很像一个年轻人，抢过应远的衣服根本不放。这一集还被很多粉丝参与辅助创作。明明是老旧的人体模型屋顶，却被杨紫变成了一个逗趣的戏仿，它充满了特色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杨紫的精彩呈现，每一集的剧情都能给观众带来各种惊喜，由衷又可爱。从一开始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部《沉香木似嬷嬷》是一部很流行的油腻老人体模型节目，但看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节目中有很多令人着迷的细节，很像粉丝说沉香木如碎片，传达了一种东方的卓越。在互相厮杀和互相残杀的时间里，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聚集在一起，可以获得各种知识。综上所述，这场沉香如鲠在喉的运势算不算不幸，值得拥有。综合考虑来看，作为今年夏天主要的知名老人体模型秀是正常的。综上所述，杨紫和程毅的礼物是对整部剧性质的保证。没想到剧中的火爆场面让大家眼花缭乱。欢迎留言、转发、点赞，一键互动。02振奋人心的消息：肖战微博超3000亿观看量，真的是引流圈的奇迹吗？显然，每一个认识肖战的人都知道，肖战是千百年来在媒体上难得一见的正派艺人。更难得的是，当肖战的演艺圈和娱乐圈一样不健全，他向其他人展示了他是如何完成的，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，并有效地参与公益事业和公共政府援助活动。反正到现在，也有人开始低头说，肖战也不是很厉害，他只是一个非常惯用的艺人，他会说自己被羞辱的幸灾乐祸吗？不好意思自夸，傻，踢桶窃笑。这样的人根本不认识肖战的人，自称认识肖战的人都是自以为是。如果说的不好，这种人就是自欺欺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的微博超话浏览量突破3000亿，堪称娱乐圈的奇迹。看到这里，你敢说出来吗？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明明自己没有本事，却依旧固执不悔改。所以我只好用恶意污蔑抹黑肖战来发泄自己的不满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遇到这样的人吗？对于有这种负能量的人，我们可以尽量远离，因为和这些人在一起，你也会被他们的负能量侵蚀，变得越来越胆小，越来越不自信。如果你爱肖战，就应该像肖战一样，做一个积极、努力、乐观、自信、充满正能量的人。肖战的微博超话阅读量已超过3000亿次。不是真的尴尬，也不是故意的，而是靠着虾圈微粉兄弟姐妹们每天的不懈努力和支持，加上肖战真实的演技，沉淀了阅读量。肖战的微博超话浏览量突破3000亿，着实出乎意料，相当给力。说是娱乐圈的奇迹，一点也不为过，甚至名副其实。一定要对肖战有信心，不要落入圈套，幸灾乐祸，壮大别人的野心，毁了自己的威望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肖战没有资源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后台。肖战能在出道短短几年内逆袭成为娱乐圈红人，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奇迹了。
作为虾圈微粉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更应该关注自己，积极保护肖战，维护肖战的好名声。点，每次看到肖战的好消息，我们都会为肖战感到高兴。这是肖战靠自己的努力和好运气获得的成就。肖战的微博超话浏览量已经突破3000亿，可见肖战的虾圈毒粉是很用心的。每天，他们都会用各种方式帮助肖战，支持肖战。肖战在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怎能不更加努力？如果你爱肖战，就应该多了解肖战的优秀品质，多做善事，尽可能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大家只要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，这样才能保持高效率，第二天全身心的工作和学习。如果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自己无精打采、无所事事，总想睡觉平躺，那很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按照肖战说的去做，不要嚣张，不要熬夜。所以，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，早睡早起，保持阳光、开朗、乐观、自信的心态，让一切都得心应手。只有不断努力去改善自己的不足，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至于那些有不同意见、没有能力判断是非的人，就让他们去吧。这种人对山墙情有独钟，只要不理他们，笑骂人，做一个洒脱的人。